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双轨记忆编码机制。这项重磅 Nature 研究由波恩大学医院团队完成，他们揭示了过目不忘记忆的核心秘密：人类大脑如何完美拼合事物与情境。核心发现是双轨机制在单神经元层级运作。人类大脑利用2套独立网络处理内容与情境，这种物理分离确保了最高效的记忆资源利用。这解释了人类记忆为何能实现触类旁通。该研究为人类记忆编码机制提供了全新认知。人类拥有极其强大的记忆泛化能力，在不同情境中都能识别同一人。无论喝咖啡、开会还是聚会，你总能瞬间认出你的朋友。大脑中存在专门识别特定人物的概念细胞，这已被证实。但一个孤立的概念如何与特定复杂情境完美绑定，这是核心谜题。科学家想知道物理层面如何将内容与情境缝合在一起，因为情境变化时，概念细胞如何保持稳定响应需要解释。该研究试图揭示这种触景生情背后的神经机制原理，答案可能存在于神经元群体的协同编码与时间同步中。自然研究揭示，大脑不用一个神经元死记硬背，旧观点认为单个神经元独立承载所有记忆负荷，这种方式效率极低，无法匹配动态变化的现实场景。新发现显示，存在2套独立的神经元群体，一套专门处理是什么的物体识别与属性信息，另一套负责怎么比的情境规则与任务背景指令。它们通过网络时序动态协同、动态组合完整记忆。这种双轨机制极大提升记忆灵活性与泛化效率。这项研究在人类大脑深处进行了单神经元级别的海量数据抓取。研究团队招募16名难治性癫痫患者，自愿接受颅内电极监测。他们完成了49场高强度行为学实验记录，最终精准分离并追踪了309个单神经元。数据覆盖杏仁核、副海马皮层、内嗅皮层和海马体。这种大规模记录为揭示单神经元编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分辨率。研究者得以区分不同神经元群体在记忆中的独立角色。该工程奠定了后续发现内容与情境分离的数据基础。实验设计分为3个明确步骤。第一步是设定情境，屏幕出现一个问题，例如哪一个更大这样的比较任务。第二步依次闪现2张毫不相干的图片。第三步强迫大脑结合问题情境做出决策。这3步迫使大脑在特定情境中比较物体。整个流程模拟了日常记忆绑定的核心过程。该设计成功诱发了内容与情境的神经协同活动。行为学实验证实，大脑理解规则非随机盲猜，一致性得分为 1.0， 远高于随机概率 0.5。传递性测试中，每个数据点都接近满分 1.0。若 A 大于 B 且 B 大于 C， 受试者推出 A 大于 C。这说明大脑能将独立物品锁定在特定情境中。极高准确率证明逻辑运算在情境框架内完成。行为学结果为后续神经分析提供可靠基础。实验充分证明了人类记忆的精准性和推理能力。核心发现是2种独立神经元网络，各司其职。内容神经元有597个，专门响应视觉刺激；情境神经元有200个，负责维持任务规则，二者几乎没有交集，中间仅50个联合神经元。科学家原本以为同一神经元同时编码2者，事实恰恰相反，绝大多数神经元物理隔离，这种隔离确保了大脑资源的最优化利用。双轨协同的基础由此奠定，颠覆旧认知。内容神经元是大脑中纯粹的视觉刺激响应者。研究共记录到597个这样的神经元，它们只有在看到特定图片时才疯狂放电。例如，对向日葵敏感的神经元只对向日葵响应，无论任务是比大小还是比新旧，都不影响其放电。它完全无视问题情境，只关心是什么。这种极致的专一性确保了内容编码的准确性。物理隔离与情境免疫共同构成高效记忆的基础。第2类神经元是情境神经元，它们共有200个任务规则，一旦出现便持续放电。它们完全忽略具体图片内容。图表显示在更老问题下放电约 4.93 赫兹，其他问题背景下频率骤降。它们只负责维持当前任务框架，与内容神经元形成互补分工。联合神经元是一种极其特殊的脑细胞，它只有在特定情境下看到特定图片才放电。研究人员仅发现了50个这样的神经元。相比之下，啮齿类动物大量依赖这类编码。这种编码非常精确，但极度僵化。
人类大脑刻意限制了它的数量，因为我们更需要灵活的泛化能力。舍弃僵化换来了无限的联想空间。情境神经元并非只存在于单个脑区，它们广泛分布在记忆系统的核心枢纽中。海马体拥有最高比例的情境神经元，达到 9.42%， 副海马皮层紧随其后，占比为 7.68%。内嗅皮层作为记忆输入门户，情境神经元占比 5.68%。杏仁核虽然比例最低，仅为 2.95%， 但参与情绪与价值的情境预判，这4个脑区协同工作，共同编码当前的任务情境。这种分布式布局确保了情境信号能够快速整合到记忆网络中。研究人员将情境神经元的电信号输入给支持向量机，仅通过读取这些脑电波， AI 就能以超过 80% 的准确率预测患者当前思考的问题。比如，当患者比较年龄时，解码器直接显示情境为更老，这个准确率远高于随机水平，说明信号强度极高。情境信号在人类大脑中不是微弱噪音，而是极其强烈的结构化数字信号。机器学习方法验证了情境编码的稳定性和可读性，这意味着科学家能够直接读取大脑的任务规则。该技术为脑机接口和记忆解码提供了全新工具。情境信号在大脑任务全程始终高能活跃。解码热图显示，从问题到决策准确度始终高位。2张图片展示期间，情境信号从未衰减，它并非瞬间念头，而是持续存在的运算框架。这类似电脑操作系统中的后台驻留程序。情境为后续所有视觉内容提供稳定背景。这一机制使大脑能在固定规则下灵活推理情境信号的持久性是记忆与决策的关键。正交编码将内容与情境分离处理，这赋予人类记忆无限的泛化能力。即使图片完全不同，情境神经元依然精准工作；即使问题完全不同，内容神经元依然稳定触发。这种机制被称为正交编码，它不需要为每种组合生成新神经元，这极大节约了脑容量。人类因此实现了触类旁通。物理隔离的神经元群体如何拼合出完整记忆？内容孤岛与情境孤岛各自独立且互不干扰。科学家提出了一个核心谜题：2个孤岛如何瞬间连接？关键线索指向神经元之间的时间差协作。这种精准的先后触发可能是整合记忆的桥梁。共激活模式让分离的信息在硬件层面缝合。这一谜题正是理解记忆本质的关键挑战，它为后续的40毫秒机制提供了探索方向。科学家发现，隐藏通讯协议内容神经元开火后，精准延迟大约40毫秒。情境神经元必然跟随，内嗅皮层代表内容，海马体代表情境。这种单向毫秒级的先后触发强化了突触连接。大脑用40毫秒时间差将内容与情境物理拼接。该机制被称为脉冲时序依赖可塑性即 STDP， 它解释了物理隔离的孤岛如何实现硬件级缝合。40毫秒的延迟不是噪音，而是精准的同步信号。实验问题就像一个指令，提前预激活情境神经元。预激活使情境神经元高度敏感，随时准备响应。当目标图片出现时，内容神经元立即剧烈放电。这次放电就像一把钥匙，精准插入海马体的锁孔。这把钥匙精准触发海马体的模式补全机制，模式补全瞬间唤醒之前关联的情境记忆。3步流程构成记忆的搜索引擎工作模式，这使得大脑能快速调取完整的记忆画面。啮齿类动物依赖联合编码，每个记忆绑定独立细胞，这种编码适合固定路线与陷阱，但无法灵活组合。人类大脑采用正交编码，分离内容与情境，极为灵活。模式分离度较低，能提取抽象特征，支持无限组合。记忆因此极具弹性，允许跨情境联想与泛化。正交编码是联想与泛化能力的生物学基础，这是从死记硬背到灵活思考的关键进化。跨越它用更少资源处理更多样化的真实场景。记忆是物理实在，神经信号的强弱直接决定你的对错。回答正确时，对情境和内容的解码准确率极高，大脑回路处于完美的高清连接状态。回答错误时，神经电信号变得微弱且混乱， AI 无法有效解码这些破碎的信号。遗忘或判断失误的本质是生物电协作网络出现同步故障，内容与情境的同步状态才是记忆提取的关键。索引理论指出，海马体不存储完整记忆快照，
它更像超级搜索引擎，检索关联情境文件。当内嗅皮层输入内容后，向海马体发送信号，海马体立即查找数据库，调取匹配情境文件，最终在意识中合成一段立体多维记忆画面。索引机制避免存储全部细节，极大节约脑容量。这一理论解释了大脑为何快速调用关联记忆。正交编码和40毫秒时序共同支撑高效索引。大脑交响乐呈现单神经元双轨记忆编码全景。第一步，情境信号激活海马体与副海马区。第二步，内嗅皮层内容神经元对视觉瞬间开火。第三步，信号跨脑区传送40毫秒延迟。第四步，海马体模式补全，触发情境门控。第五步，独立内容与情境融合成完整意识。这5个步骤构成记忆提取的完整流水线。持续协作机制保障记忆的灵活与泛化。记忆并非死板快照，而是神经元实时演奏的交响乐。分离创造了无限，硬件隔离让人类能举一反三。正交编码和40毫秒时序可塑性构成灵活记忆的生物学基础。这种架构或能破解深度学习的灾难性遗忘问题。当前实验仅基于16名患者，规模有限但深度极高。未来需验证此机制是否普遍适用于其他记忆类型。对 AI 设计而言，分离内容与情境的架构值得借鉴，但人脑的能耗效率远超当前任何人工系统。下一步可探索刺激特定回路能否增强记忆泛化能力。